主子，你快出来看看吧，这是什么神迹？这颜色，这质感，难道是用传说中的黑玉铺就而成的？用整块的黑玉铺出一条几十里长的大道，这得耗费多少国库的银两？就算把整个大魏皇宫卖了，也凑不出这么多黑玉。大姐，这可不是黑玉，苏哲管这叫沥青马路，是用炼钢剩下的废渣和一种叫石油的东西熬煮铺设的，造价极其低廉，说是为了方便他那什么物流运输。上车，朕倒要看看这个苏哲还能给朕带来多少惊喜。站住！外地来的吧？瞎了眼了，懂不懂规矩？想进城，去后面排队。放肆！你可知这车里坐的是什么人？敢拦我们的路，你长了几个脑袋？怎么，这青阳县的城门是用金子做的，进不得？哼，这位夫人，别在这儿摆臭架子。在青阳县，是龙你得盘着，是虎你得卧着。苏大人定的规矩就是天条。天王老子来了也得教，我可是大魏的女帝，这天下的一草一木都是我的。回自己的地盘，居然还要给臣子交过路费，狂妄，无法无天。哼，好一个苏哲，好一个天王老子也得教。拿好收据，进城后遇到巡查的要看。还有，进城后不准随地吐痰，不准乱扔垃圾，马车必须停在画了白线的停车位里，违者罚款。放行。能把一座城治理得如此井井有条，苏哲，你成功引起了朕的兴趣。朕倒要看看你到底是何方神圣。停车，我下去走走。大姐，那是青阳县的特产铁板烧，要不要尝尝？御膳房的山珍海味吃过无数，竟全都不如这串街头烤肉。哎呦，大姐，使不得啊！放肆！我扔根废木条怎么了？大姐，您忘了城门口的告示了，在这街上乱扔垃圾，一次罚款200文，若是屡教不改，还要被拉去扫3天马路。扫马路？我是天下的至尊，可在这青阳县，竟连扔根木签的自由都没有。这苏哲，莫不是个强迫症疯子？大姐消消气，前面就到咱们下榻的客栈了，您先休息。哼，名字倒起得狂妄，我倒要看看这凡间的驿站如何敢自称云端。这又是何种机关？大姐，这叫旋转门，顺着它走进去就行。客官当心！这门做的甚是不合理。苏哲，他这是要谋财害命吗？两位客官，欢迎光临云端酒店，请问是入住还是用餐？2两银子1晚？你们这开的是酒店还是抢劫的黑店？大魏最好的官驿1晚也不过几百文钱。苏哲他凭什么？凭什么敢在这穷乡僻壤要2两银子1晚？这位夫人，咱们云端酒店提供的是全大魏唯一的5星级服务，房内有24小时的热水、抽水马桶、真皮沙发，还有苏大人亲手设计的席梦思弹簧床，这个价格绝对物超所值。灵儿，你听到了吗？2两银子，
大卫一个普通农户，忙活1年，抛去税赋，可能也攒不下2两银子。他苏泽倒好，让客人在那什么席梦思上躺1宿，就要收走一个农户1年的生计。国库空虚，边关苦寒，朕连蜡烛都掐着点用。而他苏哲在这小县城，竟建起这等宫殿，淌着吸干天下商贾的血，简直是丧心病狂！立令智昏，去把你们苏县令叫来，我要亲自问问他，他这良心是不是被狗给吃了？大姐，消消气，消消气。咱们这次是微服私访，不能闹大。这2两银子我出还不行吗？苏哲，你最好祈祷你那些所谓的神器真的能惊艳到朕，否则等朕回了上京，第一件事就是把你这酒店拆了卖瓦，把你这奸商吊在城门上示众。这是何物？这床里难道塞了上万斤的天鹅绒？竟然这般神奇！大姐，这叫席梦思床垫。您再看这里，这墙里难道藏着龙王？为何不见有人挑水？这水竟能自来，而且还是热的。这又是何等神圣的器物？为何造型如此古怪？大姐，这是马桶，入厕用的。没有臭味，也不用工人清理。灵儿，朕原本以为朕已经给了大魏百姓最好的生活，可比起这小小的清香县，朕的皇宫竟然像个冰冷破烂的猪圈。苏哲，你到底是神还是鬼？不管你是什么，朕都要定你了！不用人挑的自来水，亮如白昼的煤气灯，能自动旋转的琉璃大门，科技、工业，这些到底是什么骇人听闻的力量？如果这股力量不被大魏皇室掌握，一旦青阳县生出异心，这天下还有谁能挡得住那个叫苏哲的男人？不行，朕必须亲自会会他，哪怕是绑，也要把他的脑子撬开看看。大姐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去县衙，去会会那个无法无天的苏哲。科学才是第一生产力。不对，这滑轮组的受力分析算错了。苏大人说过，大轮能省1半的力，但要多费1倍的距离。你这绳子的拉力根本不够提起那块生铁。放屁！是你忽略了摩擦力，摩擦力懂不懂？他们在吵些什么市井之言？大姐，这是苏哲设立的格物院预备生，他们不考科举，不读4书5经，只学什么物理、算术和化学。苏哲说，背书救不了大魏，只有学会这些，才能造出更多的蒸汽机和没良心炮。离经叛道，简直是离经叛道！可这股朝气，是上京城魔子剑里那些死气沉沉的酸儒们永远不具备的。走，去县衙。哎，干什么呢？懂不懂规矩？去后面排队。放肆！我要见你们苏县令，难道还要和这些满身铜臭的商贾一样排队？哪来的黄毛丫头？好大的口气！天王老子来见咱们苏大人，也得排队预约。看你这打扮，也是外地来做大生意的。先去那边交1两银子，买一份咱们青阳县新出的《格物日报》，把上面的招商政策看明白了，再去领个号码牌等着。大人现在正忙着呢，没空见闲杂人等。这天下都是朕的，朕见自己的臣子，竟还要花钱买什么破报纸，还要排队。灵儿，这位差爷，我家大姐脾气急，
我们是京城来的大皇商，有一笔天大的买卖要亲自跟苏大人谈，通通融。乖乖，苏大人交代过，只要是送钱上门的大肥粮，一律放行，然后狠狠的宰。既然是京城来的大客商，那就不一样了。跟我来吧，大人在后院的实验室。二位这边请。大人，京城来的大肥大商贾说有天大的买卖找您。不管多大的买卖，先在旁边站着，别出声。这可是提纯高浓度硫酸的关键时刻，炸了把你们一起送上天。你就是苏哲，你好大的官威啊！你哪位？大魏女帝魏云舒，在此领教苏县令的科学。10分钟前，我还在现代材料学实验室里；10分钟后，我是被人扔在乱葬岗里的尸体，还引发了急性细菌感染疫病，呼吸道严重感染，不加干预，最多熬不过3个小时。一子而食，饿殍遍野。历史书上冷冰冰的8个字，原来是这样的。原主也叫苏哲，是这青阳县新上任的县令，结果才上任几天就身染瘟疫，被丢在此地。想让我死，这破老天还没有这个资格。10分钟前，我还在现代材料学实验室里；10分钟后，我是被人扔在乱葬岗里的尸体，还引发了急性细菌感染疫病，呼吸道严重感染，不加干预，最多熬不过3个小时。一子而食，饿殍遍野。历史书上冷冰冰的8个字，原来是这样的。原主也叫苏哲，是这青阳县新上任的县令，结果才上任几天就身染瘟疫，被丢在此地。想让我死，这破老天还没有这个资格。乡亲们，这3年大旱加上如今的瘟疫，全都是因为那新来的苏县令是个灾星。他一进城就带来了天罚，天降灾星，必以火焚之祭天，烧了他，烧了灾星。苏哲，你居然没死！让你失望了，钱县城。本官不但没死，还要好好看看是谁给你的狗胆，敢在青阳县衙门前发动暴乱。你这妖官一身瘟疫之气，还不快受死！乡亲们，他已经被邪祟附体了，快用火烧死他！苏大人，不是下官不救你，确实是民意不可违，天意不拟呀，你就安心上路吧。天意，神明，竖起你们的狗耳朵听好，这是医用酒精，粗制大蒜素，在没有抗生素的时代，这就是唯一的救命药。天火，是天火！龙王爷发怒了！妖术，你这是什么妖术？这不叫妖，在青阳县，从今天开始，这个术有了一个新的名字，叫做科学。你滚开！你这妖怪要毒死我儿子！闭嘴！本官在从阎王爷手中抢人。这苏哲随便灌点臭水就想救人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桥。等这小乞丐一死，下一个就轮到他。妈妈，我饿了。神仙难救的疫病，竟然被这新来的县令一口水给灌活了！青天大老爷，您是活菩萨呀，求您救救我们吧！青天大老爷，都起来吧。钱县城，你刚才说谁沾了本官谁就会死。大人，下官瞎了狗眼，下官是受了这妖道的蛊惑呀。很好，身为县城，在大灾当前，你不但不安抚百姓，反而勾结江湖骗子，意图煽动暴乱，谋害朝廷命官。按大魏律例，
本官现在就可以斩了你！大人饶命！大人明鉴啊！下官真是被这妖道蒙蔽了心智，下官对大人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。闭嘴！青阳县的粮道钱庄几乎都捏在这地头蛇手中，现在杀了他，城里的经济体系会瞬间崩溃，几万百姓明天就会断粮。杀人容易建设难，你的脑袋先放在你的脖子上。从现在开始，青阳县进入全面军管状态。你若敢在背后搞半点小动作，我不介意让你见识一下比刚才的天火更恐怖的东西。班头是谁？回大人的话，小人赵铁牛就是这个县衙的捕头。很好，赵铁牛，你现在去城里挑出50个还没有疫病的青壮年，立即编成防疫警戒队。防疫？大人，那是啥意思？就是把活人从阎王爷手中抢回来。听好了，这是本官上任的第一道军令，全城戒严。第一，将城东划为隔离区，所有出现红斑发热症状的流民全部集中到城东安置，胆敢隐瞒不报者与杀人同罪，斩！第二，全城所有死尸不分男女老幼，不分贫富贵贱，立即运往城外乱葬岗集中焚怀。记住，是焚毁，不是掩埋。青天大老爷使不得了，那是绝族的惩罚，死后怎么去见列祖列宗啊？你们再留着那些腐烂的尸体，浸染水源，滋生细菌，不出3天，全城的人都要去地下见列祖列宗。在青阳县，活下去才是最大的规矩。不想全家死绝的，就给本官照做。赵铁牛，还愣着干嘛？执行！是大人。第三，把城里所有的石灰狗手都给我找来，架起大火烧制，洒满青阳县每一条街道、每一口水井边缘。我要这座城连一只带病的苍蝇都飞不进来。全城丧卫防疫军令：凡是要喝的水，必须烧开凉后再喝；接触过病患的衣服，全部用沸水煮半个时辰，沸水消毒，切断传染源，加上提纯的大蒜薯来治疗重症病人。短短5天时间，青阳县的疫病扩散不仅被彻底的控制住，隔离区里每天抬出来的死者也从几十人锐减到了1个人。百姓们看苏哲的眼神已经从最初的敬畏变成了一种近乎狂热的崇拜。这就是县衙今天的口粮。回大人，官仓里早就连老鼠都没有了。这几天为了安抚隔离区，最后一点存粮也熬成粥发下去了。这碗野菜粥还是大家凑出来的。城里那些粮商，别提了。那钱万金趁着大人这几天忙于防疫，暗中联络城里城外的所有粮商，把粮食全囤起来了。今天早上钱家粮铺挂起了新牌子，1斗仓米要价1两白银，这哪里是卖粮，这是要喝老百姓的血呀！1斗米1两银子，钱万金，你是想用经济封锁把我和这座城活活饿死？如果是传统的文人县令，现在应该已经束手无策了，但我不是。铁牛，带上几个机灵的兄弟，拿上铁锹，随我出城一趟。大人，出城干啥？打猎吗？打猎救不了几万人，去找水，然后种地。我要让钱万金粮仓里的粮食，最后全烂在他自己手里。老爷，苏哲带着几个人拿着铁锹往城外去了。哼，治好了瘟疫又怎么样？会弄点戏法又怎么样？这青阳县的地干得能冒出火星子，就算他是大罗金仙下凡，也别想从这盐碱地里变出一粒粮食来。传我的话下去，各家粮铺继续给我捂紧了，1粒米都不准卖给县衙。是老爷。苏哲，我倒要看看，当全城百姓都饿得发疯的时候，是你那套科学管用，还是我手里的白面馒头管用？这地里干的到处冒出火星子了，龙老爷都不管我们，您带我们来这荒滩上，总不能是挖金子的吧？不挖金子，挖水。挖水？哎呦喂，真是笑死我了！苏大人，你要是饿到失心疯了，就赶紧回衙门躺着去。想在这全是岩石层的荒地上挖水，你真当自己是呼风唤雨的神仙了？钱管家不在城里帮着你主子发国难荒，跑到这荒郊野外来狂吠什么？苏大人，你少逞口舌之快。我家老爷说了，只要你点个头，
把清源县剩下的荒地契全盖上县衙大印，转给钱家。老爷立刻捐出10担粮食给衙门，何必在这儿做哗众取宠的蠢事？看到那边的横断山脉了吗？这3年虽然低雨未下，地表干涸，但那山上的树林并没有完全枯死，这说明地脉深处依然有极其丰富的地下潜流。只要找准浅水层的断裂带，水就在我们脚下。什么潜流？什么断裂带？苏大人，你在京城读书读傻了吧？拿个破竹竿比划几下就能出水？要是你能在这儿挖出水来，我钱柜把名字倒过来写，顺便把这河床上的石头给生吃了。好啊，铁牛，带人顺着我画的这个圈子往下挖。乡亲们，横竖也是个死，回去等饿死，还不如信大人一拜，给老子挖！大人，不行了，下面全是石头，根本不可能有水。哈哈哈哈！苏大人，这石头好吃吗？你就算把这地壳挖穿了也是干的，你还是趁早回城，乖乖给我家老爷磕头认错吧。都闪开，给我破！水是水，有水了！老天爷开眼了，知府大人是活神仙啊！钱管家，你的名字准备怎么倒过来写？还有这些石头，你是打算红烧还是清蒸？大人，这水来了，可我们用什么浇地啊？难道要一桶一桶挑过去？而且这地干得像铁板一样，我们县衙只有几头老牛，拉着那破木犁根本翻不动这土啊！种子种不下去，还是得死。挑水，那是蠢人的办法。去把全城最好的铁匠和木匠找来，本官要教你们什么叫真正的巧夺天工。大人，你这画是个啥玩意儿？这犁本怎么是弯的？还有下面这个铁疙瘩，犁壁怎么是圆弧形的？大人，我打铁40年，只能打刀剑和直圆犁，你这怪东西，别说犁地了，一下子就得断啊！断了，本官就砍了自己的脑袋。这叫屈原犁，能将深处的死土翻出，将表面的板结土彻底切碎。这个叫高胜找桶车，还有这个播种楼。你听好了，带上全城的铁匠和木匠，没日没夜的给本官造。3天之内，我要青阳县的几万亩盐碱地全部重建成田。大人，您放心，老朽拼了命也给您造出来。成了！县尊大人画的屈原犁打成了！这牛都饿了好几天了，平时拉那直圆犁连平地都走不动，这荒地硬得像铁板，它能行吗？下地。驾！我的老天爷，真神了！老牛拉着都不费劲。大人巧夺天工，俺铁打服了，彻底服了！没用啊，大人，没用啊！老人家，怎么没用？大人您看，这地旱太久了，上面浮着一层白花花的盐碱，地脉断了，地气也没了。就算我们用这神犁把种子种下去，长出来的苗又黄又细，结不出粮食的呀。不只是盐碱化，这土壤里极度缺乏氮、磷、钾等作物生长的必需元素。大人，不好了！大人，出大事了！说清楚了。钱万金发话说，县衙纵容暴民，扰乱县城纲例。他不仅联合了我们县的商户，连周边邻县的粮商也被他买通了。现在是1粒米都不会卖给我们县衙和城外的流民。咱们衙门里的粥棚今天中午就彻底断粮了。这狗娘养的！他钱万金不是觉得本官种不出粮食，想用断粮来拿捏我吗？传本官指示，全城百姓，上至80老妪，下至5岁孩童，立即给我行动起来！
去把城里城外的猪粪、牛粪、鸡粪，还有枯枝烂叶、杂草和全部茅厕里的夜香，给本官收集起来。大人，你要这些污秽之物干啥？我要在城南挖10个大坑，这叫高温发酵堆肥法。他钱万金不是说这地没有地气吗？本官就亲手造出这世上最烈的地气。本官要让这些被你们视为污秽的粪便，变成滋养这片盐碱地的超级化肥。笑死我了！他苏哲居然去全城收集茅厕里的夜香，妄想用屎尿来种地。老爷说的极是，古往今来种地都是顺应天时，承蒙天地灵气。他居然妄想用那些污秽之物去肥田，简直就是一派胡言，滑天下之大稽。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，派人给我盯紧了县衙，等他们饿死一半人的时候，青阳县就彻彻底底是我的囊中之物了。开坑！这土肥呀，太肥了！老汉我活了60岁了，竟然没见过这么肥的土。大人，这真的是用那些腌杂之物变出来的？这叫化腐朽为神奇。有了这些积废，青阳县的盐碱地就能变成聚宝盆了。把这些腐肥均匀地撒到翻好的地里。大人，这是啥？这叫土豆，或者叫马铃薯。这是我前几天带人在横断山脉深处的绝壁上发现的，这是高寒植物，按我切的方法，裹上草木灰，用播种篓种下去。3个月后，本官保你们天天吃的肚皮滚圆。种！听大人的，种下去！2两白银1斗，1粒米都不准卖给县衙。等青阳县饿殍面野，那苏哲定然跪在我前府门口求饶。刘大人，您多担待。我们青阳县3个月前就断粮了。那苏哲不知天高地厚，非要带着泥腿子种什么堵土块。不过今日是朝廷规定的秋收之期，这里恐怕交不上1粒粮食。按大魏律法，他苏哲是要掉脑袋的。本官只看粮食，不听废话。他苏哲如果交不出秋粮赋税，本官今日就扒了他的官服，押解进京。苏大人，这就是你带着全城百姓忙活了3个月种出来的东西吗？这不就是一堆杂草吗？连个麦穗儿都没有。你打算拿这些草去填饱肚子，还是拿这些草去向刘大人交差呀？苏哲县令，朝廷将青阳县交托给你，你竟然带百姓种草，秋粮何在？还不速速认罪伏法！谁告诉你们，粮食一定要长在枝头上的？铁牛，位置在，挖出来，让钱县城和刘大人长长见识。是。这是何物？块茎竟如此巨大！给我全部挖出来，让这帮发国难财的蛀虫看看什么叫真正的丰收！挖呀！粮食，真的是粮食啊！我们不用饿死了！青天大老爷，苏圣人啊！钱万金，你家名下的良田亩产有多少？凤年1亩地能收2担。少铁牛，报数！回大人，1亩地足足挖了6000斤，60担啊！大人，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囤了满仓的粮食，想用高价饿死青阳县，但他从地底下挖出了这种怪物。从今天起，我粮仓里的糙米，别说1两银子1斗，就算白送都不会有人再看一眼了。我的粮食帝国，我引以为傲的财富全完了。刘大人，清源县的秋粮你要多少？只要你带的车够多，本官今天管够。
下官有眼无珠，冒犯了苏大人。这等神物出世，是我大魏之福。下官这就800里加急上报朝廷，为您请功啊！6000斤魔蝉，这种神物，苏哲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今天的城内飘着烤土豆和土豆炖肉的香味儿，对曾经易子而食的死城来说，简直就像人间仙境。大人，不好了！天塌了！比天塌了还可怕！流民，外面全都是流民。周围3个县的饥民，听说我们青阳县挖出了神仙赐下的粮食，全都疯了一样朝我们涌过来了。来了多少人？初步估计，城门外已经聚集了2万多人，后面还在源源不断的增加，恐怕得有4、5万。大人，我们虽然丰收了，但也架不住几十万人这么吃啊！更可怕的是，这些人饿昏了眼，正在冲击城门，我们衙门几10号兄弟根本挡不住。4、5万人，好，太好了！本官正愁接下来的大计划没有足够的劳动力，这帮人就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劳动力？大人，那些都是随时会造反的恶鬼啊！在科学的逻辑下，没有恶鬼，只有最优质人口红利。走，随本官上城墙。开城门，给我们一口吃的吧！求青天大老爷赏口饭吃啊！哪怕是一个黄皮的神仙果实也行啊！这苏哲虽然会种地，但流民之患历朝历代都是无解的死局。若他开仓放粮，这几万人会瞬间把清源县吃空，最后一起饿死。若他闭门不救，流民一旦暴乱破城，清源县同样保不住。他会怎么选？都给我闭嘴！我是青阳县令苏哲，我知道你们饿了，我也知道你们是来求活路的。我青阳县别说你们区4、5万人，就算再来5万，本官也够养。但是，我青阳县不养闲人，更不养只知道张嘴等吃的废人。从今天起，青阳县实行以工代赈，城门外会立即搭建50个粥棚，凡是能扛得动锤、抡得动镐的青壮年，全部编入青阳击剑营，1天3顿管饱，外加2斤土豆作为工费。老弱病残便入后勤营，负责生火做饭、缝补衣物，1天2顿管饱。想活命的，就拿你们的力气来换，想白吃白拿，或者聚众闹事，杀无赦！谢谢青天大老爷，我们有活路了！以工代战，将数万流民的巨大危机瞬间变为可用的劳动力，好狠的手段，好高明的算计。他只用了几句话，就把几万人组织起来了。北方蛮族天狼部落3万铁骑打破了秋水关，朝廷的守将朱将军弃官逃跑了，3万铁骑距离青阳县不到300里了。大人，逃吧！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苏大人，赵捕头说的对，青阳县如今是一座孤城，以500乡勇对抗3万铁骑是螳臂当娼，立即组织百姓带着粮食撤往府城才是上策。哼，逃！我苏哲千辛万苦从地里种出粮食，养活了这座城，想让我就这么轻易放弃？不可能！苏哲，你别意气用事！你知不知道3万铁骑冲锋起来是什么威力？你那黄土捏的城墙，在他们面前就像纸糊的一样。林公子，谁告诉你的？我要用黄土守城。铁牛，卑职在，立刻抽调2万流民青壮，随我去城西的黑山，那里有丰富的石灰石、粘土，还有露天煤矿。本官要在10天内用这几座大山烧出一种叫做水泥的无上神物。我要在这青阳县的周边浇筑起20米高、2米厚、刀枪不入、连大炮都轰不开的钢铁城墙。水泥？不仅如此，传令铁大，铁匠铺全面扩编。我要建造高炉，我要让青阳县的炉火烧到1500度以上。3万铁骑来得正好，本官就用最纯正的工业力量，教这帮还在玩冷兵器的蛮族怎么写这个死字。水泥、高炉、工业力量，苏哲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城西黑山，曾经人迹罕至的荒芜之地，
此刻变成了最疯狂的巨型工坊。大人，这炉子里的火已经变成纯白色了。俺打了一辈子铁，从没见过这么凶的火。这火要是喷出来，连石头都烧成灰呀！纯白色，大约1500度了。铁大，带人加煤，把碎铁矿石和石灰石按我给你的比例倒进去。我要让这大卫的生铁全部变成百炼金刚。是，大人。都给老子砸细点儿！大人说了，这玩意儿越细越好。苏大人，你大张旗鼓地征调了2万人，花费无数矿料和钱粮，就是为了和这些泥巴。3万蛮族铁骑不日便将兵临城下，你放着后城河不挖，放着滚木落石不准备，却在这里玩泥巴，你真当战争是儿戏吗？夏虫不可语冰，你眼中的泥巴，在科学面前叫大象尖眼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这泥巴怎么挡得住3万铁骑的冲锋。铁牛，把外面的木模具拆了。这片没有任何砖缝，没有任何石块痕迹，浑然一体且坚不可摧。这就是刚才那些泥巴。铁牛，拿你的重型破门锤来。泥巴加水，竟然能在2天之内变成连80斤重锤都砸不破的石头。没有接缝，浑然一体，这意味着敌人的攀城沟无法借力，投石机砸上去也无法造成大面积坍塌。在这等工业造物面前，游牧民族的弓箭和端刀不过是小孩子的玩具。林公子，现在你还觉得本官在玩泥巴吗？大人，大人，出水了，出铁水了！好，好，哈哈哈哈哈！立刻引流进模具，给本官打造3棱金刚矛尖，打造诸葛连弩的机括。蛮子来了！传令下去，全体相拥，登城！让这帮蛮人见识一下，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。昂圣天保佑，杀光喂狗，抢管他们的粮食，占领他们的女人！昂圣天保佑，杀光喂狗，抢管他们的粮食，占领他们的女人！疯了，全疯了！3万蛮族精骑，当年大卫纠集10万大军，在平原上与天狼部落决战，都被杀得溃不成军。如今区区500守军，拿什么挡？大人，蛮子进入500步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大卫的狗官果然都是蠢猪，竟然用灰泥巴糊一堵墙，就想挡住我天狼勇士的铁蹄！勇士们，给我直接撞开那破泥墙，踏平青阳县！踏平青阳！300步了，大人，放箭吧！再不放就来不及了。按照古代兵法，若不立刻忙射压制骑兵势能，城墙必破无疑。急什么？没有本官的命令，任何人敢动一下机手，军法处置。动手！送这群蛮淫上前！我的腿没了！天罚，这是天罚呀！
这是什么妖法？天雷，大魏人能召唤天雷？这真的是人力能做到的事吗？发什么呆？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。现在给本官拿起连弩，痛打落水狗！是，苏大人。放。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林公子，这不叫怪物，这叫做时代变了。跪下！跪下！你到底是什么魔鬼？大卫不可能有这种召唤天雷的法术，连火药的化学反应都看不懂，难怪你们只能在草原上吃沙子。本官今天心情好，给你2条路。第一，我把你们剩下的这2万多人全都填进高炉里当燃料，虽然脂肪含量低了点儿，但也聊胜于无。第2条路呢？听说你们天狼部落平时除了打家劫舍，还把持着北方的丝盐和皮草生意。这是你们平时吃的盐，苦涩，有毒，还被黑心商贩卖出了天价。这是本官用溶解过滤蒸发结晶的现代提纯法弄出来的精盐，没有苦味，纯度极高。这是只有天上的神仙才配享用的神仙盐。大人的意思是，从今天起，天狼部落这个名字不复存在，你还有你手底下活着的人，全部收编为我清安县的外贸商队。本官提供这种神仙盐，还有比水晶更透明的玻璃，比羊脂玉还要滑腻的香皂。我要你把这些东西以10倍、100倍的价格卖给大魏的王公贵族，卖给周边的敌国。我要用这些东西把他们国库里的银子一滴不剩的全部抽干。如果说刚才的天雷爆炸产流是苏哲在军事上的绝对暴力，那么此刻他轻描淡写抛出的商业蓝图，则展现了他试图兵不血刃颠覆天下的恐怖心机。用廉价提纯的工业品去降维收割整个时代的财富，这简直比3万铁骑冲锋还要致命。大魏朝真的能容得下这条能吞天的真龙吗？户部尚书，你来告诉朕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陛下息怒，那清扬雪盐毫无杂质，鲜美无比，还有那香皂琉璃，皆是巧夺天工的神物啊！不仅是我大魏，就连周边的北齐、南楚，无数商贾也带着真金白银，疯狂涌向北方。北方？哪里？是极北之地的清扬县。那个连年大旱，前阵子还闹了瘟疫的边陲死地，朕若是没记错，那里的县令是一个被发配过去的寒门书生，叫苏哲吧？正是此人。一个随时可能饿死的边关小县令，不仅挡住了3万蛮族铁骑，现在竟然弄出了这些神仙之物，甚至快要掏空了朕的国库。有意思，看来这大魏的天下出了一个了不得的妖孽。传朕的密旨，朝中政务暂由内阁代管，朕要带着灵儿亲自去一趟这传说中的青妖县。朕倒要睁大眼睛看看，这个叫苏哲的男人到底长了几个脑袋。这北地的官道真是越发破败了，户部每年拨下来的修路银子，到底为了哪些狗官？大姐息怒，再往前走10几里，进了青阳县的地界，路就好走了。这天下乌鸦一般黑，那苏哲纵然有几分奇迹瑶苗，能造出雪盐琉璃，但他必究被发配在这古寒之地，连朝廷都修不好的路，他一个小小的县令又能……怎么回事？
马车怎么不编了？主子，你快出来看看吧，这是什么神迹？这颜色，这质感，难道是用传说中的黑玉铺就而成的？用整块的黑玉铺出一条几十里长的大道，这得耗费多少国库的银两？就算把整个大魏皇宫卖了，也凑不出这么多黑玉。他到底是个窃国巨贪，把天下财富搜刮来铺路，还是一个拥有通天手段的神明？大姐，这可不是黑玉，苏哲管这叫沥青马路，是用炼钢剩下的废渣和一种叫石油的东西熬煮铺设的，造价极其低廉，说是为了方便他那什么物流运输。沥青马路，上车，朕倒要看看这个苏哲还能给朕带来多少惊喜。站住！外地来的吧？瞎了眼了，懂不懂规矩？想进城，去后面排队。放肆！你可知这车里坐的是什么人？敢拦我们的路，你长了几个脑袋？怎么，这青阳县的城门是用金子做的，进不得？哼，这位夫人，别在这儿摆臭架子。在青阳县，是龙你得盘着，是虎你得卧着。苏大人定的规矩就是天条。天王老子来了也得教，我可是大魏的女帝，这天下的一草一木都是我的。回自己的地盘，居然还要给臣子交过路费，狂妄，无法无天！哼，好一个苏哲，好一个天王老子也得教。灵儿，给他钱。拿好收据，进城后遇到巡查的要看。还有，进城后不准随地吐痰，不准乱扔垃圾。马车必须停在画了白线的停车位里，违者罚款。放行。能把一座城治理得如此井井有条，连一个守门的小卒都敢对皇权拔剑。苏哲，你成功引起了朕的兴趣，朕倒要看看你到底是何方神圣。停车，我下去走走。大姐，那是青阳县的特产铁板烧，要不要尝尝？御膳房的山珍海味吃过无数，竟全都不如这串街头烤肉。哎呦，大姐，使不得啊！放肆！我扔根废木条怎么了？大姐，您忘了城门口的告示了，在这街上乱扔垃圾，一次罚款200文，若是屡教不改，还要被拉去扫3天马路。扫马路？我是天下的至尊，可在这青阳县，竟连扔根木签的自由都没有。这苏哲，莫不是个强迫症疯子？天哪！灵儿，大半年了，上京城那些藩王和后宫的蠢货们花了几十万两白银、几万担粮食，从青霜县买回去的绝世琉璃小金就是这东西吗？在这青霜县的街头，比皇宫大出几十倍的琉璃，竟然就这么随意的摆在外面当招牌。苏哲这是拿1文钱不值的破石头换走了大魏半个国库啊！大姐消消气，苏大人说了，这叫商业溢价。前面就到咱们下榻的客栈了，您先休息。哼，名字倒起得狂妄，我倒要看看这凡间的驿站如何敢自称云端。这又是何种机关？大姐，这叫旋转门，顺着它走进去就行。客官当心！
这门做的甚是不合理。苏哲，他这是要谋财害命吗？两位客官，欢迎光临云端酒店，请问是入住还是用餐？2两银子1碗？你们这开的是酒店还是抢劫的黑店？大魏最好的官役1碗也不过几百文钱。苏哲他凭什么？凭什么敢在这穷乡僻壤要2两银子1碗？这位夫人，咱们云端酒店提供的是全大魏唯一的5星级服务，房内有24小时的热水、抽水马桶、真皮沙发，还有苏大人亲手设计的席梦思弹簧床，这个价格绝对物超所值。灵儿，你听到了吗？2两银子，大魏一个普通农户忙活1年，抛去税赋，可能也攒不下2两银子。他苏泽倒好，让客人在那什么席梦思上躺1宿，就要收走一个农户1年的生计。国库空虚，边关苦寒，朕连蜡烛都掐着点用。而他苏哲在这小县城，竟建起这等宫殿，淌着吸干天下商贾的血，简直是丧心病狂！立令智昏，去把你们苏县令叫来，我要亲自问问他。他这良心是不是被狗给吃了？大姐，消消气，消消气。咱们这次是微服私访，不能闹大。这2两银子我出还不行吗？苏哲，你最好祈祷你那些所谓的神器真的能惊艳到朕，否则等朕回了上京，第一件事就是把你这酒店拆了卖瓦，把你这奸商吊在城门上示众。这是何物？这床里难道塞了上万斤的天鹅绒？竟然这般神奇！大姐，这叫席梦思床垫。您再看这里，这墙里难道藏着龙王？为何不见有人挑水？这水竟能自来，而且还是热的。这又是何等神圣的器物？为何造型如此古怪？大姐，这是马桶，入厕用的。没有臭味，也不用工人清理。灵儿，朕原本以为朕已经给了大魏百姓最好的生活，可比起这小小的清乡县，朕的皇宫竟然像个冰冷破烂的猪圈。苏哲，你到底是神还是鬼？不管你是什么，朕都要定你了！不用人挑的自来水，亮如白昼的煤气灯，能自动旋转的琉璃大门，科技、工业，这些到底是什么骇人听闻的力量？如果这股力量不被大魏皇室掌握，一旦青阳县生出异心，这天下还有谁能挡得住那个叫苏哲的男人？不行，朕必须亲自会会他，哪怕是绑，也要把他的脑子撬开看看。大姐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去县衙，去会会那个无法无天的苏哲。科学才是第一生产力。不对，这滑轮组的受力分析算错了。苏大人说过，大轮能省1半的力，但要多费1倍的距离。你这绳子的拉力根本不够提起那块生铁。放屁！是你忽略了摩擦力，摩擦力懂不懂？他们在吵些什么市井之言？大姐，这是苏哲设立的格物院预备生，他们不考科举，不读4书5经，只学什么物理、算术和化学。苏哲说，背书救不了大魏，只有学会这些，才能造出更多的蒸汽机和没良心炮。离经叛道，简直是离经叛道！可这股朝气，是上京城魔子剑里那些死气沉沉的酸儒们永远不具备的。走，去县衙。来，
干什么呢？懂不懂规矩？去后面排队。放肆！我要见你们苏县令，难道还要和这些满身铜臭的商贾一样排队？哪来的黄毛丫头？好大的口气！天王老子来见咱们苏大人也得排队预约。看你这打扮，也是外地来做大生意的。先去那边交1两银子，买一份咱们青阳县新出的《格物日报》，把上面的招商政策看明白了，再去领个号码牌等着。大人现在正忙着呢，没空见闲杂人等。这天下都是朕的，朕见自己的臣子，竟还要花钱买什么破报纸，还要排队。灵儿，这位差爷，我家大姐脾气急，我们是京城来的大皇商，有一笔天大的买卖要亲自跟苏大人谈，通通柔。乖乖，苏大人交代过，只要是送钱上门的大肥粮一律放行，然后狠狠的宰。既然是京城来的大客商，那就不一样了。跟我来吧，大人在后院的实验室。二位这边请。大人，京城来的大商贾说有天大的买卖找您。不管多大的买卖，先在旁边站着，别出声。这可是提纯高浓度硫酸的关键时刻，炸了把你们一起送上天。你就是苏哲，你好大的官威啊！你哪位？我……如果你们是来买玻璃镜子和精盐的，出门左拐去商业司，现在的代理商门槛是10万2白银起步。如果是来买没良心炮和新式连弩图纸的，我劝你们趁早打消这个念头。大卫的兵部上章亲自来求，我也没给。苏哲，你真以为你在这穷乡僻壤弄出些奇技奇巧，就可以目无尊长，无视朝廷法度了吗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这些东西若是落入敌国之手，会给大卫带来怎样的灾难？你身为朝廷命官，不仅不将这些秘方上交国家，反而在此聚敛钱财，你该当何罪？哼，上交国库，交上去干什么？交给那些只会写八股文，连铁矿和煤矿都分不清的贪官去中饱私囊，还是交给那个整天坐在上京的龙椅上，只知道琴棋书画的傻帽皇帝？放肆！苏哲啊，苏哲，你死定了！你当着女帝的面骂他是傻帽皇帝啊！放肆的是你，你口中所谓的奇技淫巧，叫做科学。我不上交，是因为就算我把化学方程式和高卢图纸拍在那个女帝的脸上，她也看不懂。他手下那些酸腐文人，连最基础的受力分析都不会，他们拿什么去攀登科技之？在这个时代，真理只掌握在我的手里。我青阳县的规矩，就是大魏未来的规矩。你若是不服气，现在就可以滚回京城去告御状，看看是皇帝的圣旨先到，还是我清源县的铁甲战车先开进上京城的城门。好一个真理只在你的手里。苏大人，刚才是我失态了。小女子姓云，是从上京城来的商贾，刚才不过是试探一下大人的胆识。试探我，云夫人，我的时间很宝贵，一炷香的功夫，我的高炉就能产出价值100两白银的钢水。面对这种拥有降维力量的妖孽，皇权暂时压不住他，那就只能用金钱来渗透他。大魏国库虽然空虚，但朕的内囊和皇家商号，其财力依然是极其恐怖的。我不要你的琉璃，也不要你的精盐，我要买你刚才说的图纸。没良心炮或者连弩，我说了不卖。兵器是青阳县的底线。不，我不买兵器。100万两白银，我出100万两，只占你青阳县所有公放30%的红利。你继续做你的青天大老爷，继续搞你的科学，我绝不干涉。如何？只要苏哲拿了这笔钱，青阳县的经济命脉就会渐渐和皇家商号绑定。到时候，苏哲就是他养在北境的一只会下金蛋的绝世金鸡。100万两，云夫人，你的胆子确实很大，但你的见识
实在是配不上你的美貌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你太穷了。区100万两，也想买我整个工业体系的3成干股。你知不知道，我城外的水泥厂和炼钢厂，光是这半年的净利润就已经超过了这个数。不可能！大魏1年的国库才多少？你一个县城怎么可能有如此庞大的进账？哼，所以说你根本不懂什么是工业附加值。不过我看你这女人虽然眼界窄了点儿，但勉强算是个有钱的散财童子。3成干股你就别做梦了。但我这里刚好有一个新项目，缺一点点启动资金。这是何物？这是一条路，一条用钢铁铺就的路，我叫它铁路。有了这条路，我的煤炭和铁矿就能源源不断地运进城。只要第1期工程修通，清源县的产能将再次翻上10倍。钢铁铺路怎么可能？且不说耗资几何，就算铺成了，什么样的神蛟能拉得动在铁上跑的车？谁告诉你我的车需要马？铁牛，备马车，带云夫人去西郊试车场见见世面。这马很凶，这是什么怪物？云夫人，睁大眼睛看好了！这不可能！不用牛马，这钢铁巨兽怎么可能自己跑起来？热能转化为机械狗，这叫蒸汽机车。目前还只是初级实验型号，但我向你保证，3年之内，我的火车将拉着成千上万吨的货物和精锐的士兵，跑遍这片大陆的每一个角落。云夫人，100万两，我卖你这铁路商行1%的股份。这笔买卖，你做还是不做？不用牛马，日行千里。若是用这个神物来运送粮草，不，若是用来运送大魏的重甲步兵，这不仅运货的工具，这是足以颠覆整个战争格局的终极杀器。只要铁轨铺到哪里，大魏军队就能在几天之内神兵天降。说100万两白银，1%的股份，苏大人，你这胃口未免也太大了吧？大魏建国300年，还从未有人敢做这么黑的买卖。黑吗？云夫人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你应该看出了这东西的军用价值。我这叫技术垄断要价。你就不怕我回了上京，找天下的能工巧匠仿造你这蒸汽军车？请便。我不怕告诉你，这蒸汽机涉及热力学、流体力学、冶金学，还有精密机械加工。就你们京城那些连油招卡尺都没见过的铁匠，再给他们100年，他们也敲不出一个合格的气缸。好，100万两我出了，这1%的股份我云家要了。2期工业扩建计划终于有了充沛的血液，痛快！铁牛，拿纸笔来，跟云夫人签契约。慢着，苏大人，100万两毕竟不是小数目，我还有一个附加条件。说来听听。我要留在清县，不仅是我还要从云家商号里挑选一批最聪慧的年轻子弟，进入你的格物院和各大工坊学习查账。既然我投了钱，我就必须知道我的钱是怎么花的。买股份是假，留在青阳县偷师学艺才是真。想把皇家的心腹安插住核心技术部门，云夫人，核心技术可是我青阳县的机密，你这让我很难办啊。苏大人，100万两现银，3天之内就能调拨到县衙库房。行，看在100万两的面子上，我允许你留在青阳县考察，也可以让你的子弟旁听格物院的外围课程。不过学费直宿另算，每人每年1万两白银。苏哲，你抢钱啊？什么学费要1万两？爱学学，不学滚蛋！知识可是无价的。等朕学会了这些东西，等朕表明女帝身份的那一天，朕一定要让你苏哲连本带利的把这些银子全吐出来。1万两就1万两。合作愉快，云夫人。铁牛，既然云夫人是咱们青阳县的大股东了，也就是自己人了，去给云夫人在云端酒店办一张顶级的年卡，房费给她打个99折，顺便把县衙食堂的饭票也卖给她几本。外地人来青阳，总得吃顿好的。大人放心，
卑职一定把云夫人伺候的舒舒服服的，保证让她把兜里的银子全花在咱们青阳。苏哲，大姐消消气。好，很好，朕就留在这青阳县，朕倒要看看他苏哲还有多少花样。早晚有一天，朕要把他变成给朕端茶倒水的太监。大人，那100万两银子真的能到账吗？会到的。那个女人不简单。大人，您既然知道她不简单，为何还要答应让她的人进格物院？万一咱们的技术被她偷走了怎么办？铁牛啊，你记住，这世上最高明的手段，不是防备，而是同化。他以为他派来的是细作，是来偷师的，但只要那些年轻人进了我的格物院，见识到了真正的科学，感受到了工业文明的伟大，你猜，他们最后到底是忠于大卫那个腐朽的朝廷，还是会变成我苏哲最虔诚的信徒？杀人诛心，大人这是要用科学把大魏皇室的根基给连锅端了呀！云景，你是他们中最聪慧的一个，我花了10万两白银才把你们塞进苏哲的那个什么格物院，你们可知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？请主子放心，区区一个边关县令搞出来的奇迹一妙罢了。就算他把那些秘方藏的就凭我们10人的过目不忘之能，定能将那些图纸默写下来，分毫不差的交到主子手里。很好，去吧。记住你们的身份，不要和那些泥腿子起冲突，只管偷师学艺。遵命。学成之日，便是你们加官进爵之时。大姐，云景他们可是咱们大魏的文曲星下凡，这都1个月了，估计早就把那苏哲的底裤都给摸透了吧。苏哲千算万算，终究还是小看了我大魏的底蕴。走，去拿咱们的图纸。怎么回事？走水了！云景，你疯了不成？这是圣贤之书，你敢毁坏圣人经典，你不要命了！主子，这算哪门子的圣贤书？这些破书，他们能告诉我为什么苹果会从树上掉下来吗？他们能算出抛物线的极限极值吗？他们能解释为什么生之槐加水会沸腾吗？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什么苹果？什么极限？大魏所有的读书人都被骗了。我读了20年圣贤书，自以为通晓天地之理，可是当苏大人在黑板上用一个叫微积分的东西，仅仅用了1炷香的时间，就精准地算出了3里外火炮的落点偏差时，我才知道，我这20年学的全是毫无用处的垃圾。什么天人感应，什么君权神授，全都是狗屁。这才是真理，万物皆有引力，能量永远守恒。在绝对的物理法则面前，孔孟之道连一根螺丝钉都造不出来。放肆！这是大逆不道！我让你来偷蒸汽列车的图纸呢？你把皇家机密抛之脑后，竟然在这里大放厥词，污蔑圣人！主子，你太天真了。蒸汽机的核心在于气缸的密封和热力转化。就算我把图纸画给您，大卫那些连游标可尺都看不懂的铁匠，能加工出误差不超过1毫米的零件吗？苏大人根本不怕我们偷，因为他传授给我们的不是一门手艺，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。云景同学的悟性不错，微积分的入门测试验拿了满分，不愧是京城来的高材生。苏哲，你到底对他们施了什么妖术？10个顶尖才子，10个大魏最忠诚的国之栋梁，短短1个月，竟然被你洗脑成了这副数典忘祖的疯魔样子。云夫人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我每天只给他们上1个时辰的课，从来没有强迫他们烧过一本书。我只是把蒙在他们眼睛上的那层名为愚昧的布给扯下来了而已。当你见过太阳的光辉后，你还会去膜拜一根发霉的蜡烛吗？事实证明，真理的同化能力是极其恐怖的。云夫人，你花了100万两银子把这10个好苗子送进我的格物院，现在他们已经是青阳县最虔诚的科学信徒了。多谢你给青阳县的工业未来送来了10个优秀的工程师。大姐，朕不信这世上真有完美无缺的妖孽。他白天那般贪财狂妄，背地里到底是个怎样的人？第36次实验了，温度控制是对的，营养液配比也没问题，
为什么提取液的杀菌效果还是达不到临床标准？杀菌？他在弄什么毒药吗？不行，必须得加快进度。开船之后，北蛮随时可能撕毁协议反扑。钢铁城墙挡得住骑兵，但挡不住带毒的剑士和刀伤。大卫的军医都是废物，伤兵一旦感染发热，十死无生。这批青霉素如果提纯不出来，我清源县的500乡勇，还有以后扩军的兄弟们，在战场上就只能靠命去硬扛。我苏哲把他们从饥荒里拉出来，不是让他们去战场上因为伤口溃烂而惨死的。再来，重新配置萃取液。提纯，还要再提纯，死亡率太高了。以科技之火助凡人之躯，愿我青阳子弟再无因伤枉死之痛。原来大魏皇室在乎的是皇权是否稳固，是那几本不能救命的圣贤书。而这个被朕视为眼中钉，被天下权贵骂作吸血鬼的狂妄男人，却在这个无人知晓的深夜里，为了几个普通士兵的性命熬干了自己的鲜血，甚至累得昏死过去。你这人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白天骂朕是傻包皇帝的时候，底气不是挺足的吗？苏哲，你比朕更像一个君王。这大魏的天下，朕分你一半，可好？醒了。昨晚是你在这青阳县，除了我这个冤大头股东，还有谁敢在大半夜闯进你这满是毒气的境地？苏大人，为了几瓶还没见影的药水，把命搭进去，这笔买卖可不划算。哼，云夫人这是在心疼我？少自作多情。我只是不想我那100万两银子打了水漂。你要是死了，谁给我的铁路分红？大人，塌了！大人，天真的塌了！800里加急，北蛮天狼部落的主力绕过了青阳县，在大魏内部叛将的接应下，已经攻破了居庸关。30万蛮族大军正顺着平原直扑上京城而去。镇北将军叛变，居庸关陷落，京师危危，请陛下速回。该死！云夫人，居庸关丢了，你一个商人为何如此激动？苏哲，朕不用再装了。大魏女帝魏云舒在此领教苏县令的科学。魏云舒这名字比云夫人顺耳多了，所以陛下大老远跑来我这穷乡僻壤，就是为了投资我100万两银子，顺便听我骂你是傻帽皇帝。你苏哲，现在不是耍嘴皮子的时候。30万蛮军围攻上京，若京师不保，大魏江山便会彻底崩塌。你这青阳县也绝无幸免之险。你要钱，朕给你钱；你要权，朕给你封王。只要能挡住那30万铁骑，朕甚至可以跟你平分这天下。平分天下？我对那残破的老宅子没兴趣。魏云舒，睁大眼睛看好了，这是我原本准备留着一统天下用的东西。30万铁骑，告诉你的禁卫军撤出城头，我苏哲带你去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战争暴力。铁牛，卑职在，传本官知府令，开启1号秘密仓库，把咱们那几尊刚下线的红衣大炮给我全部推出来。今天本官要用这漫天的硝烟送这帮野蛮人去见他们的老祖宗。朕原本以为已经见识过了青阳县所有的秘密，但当这扇门打开时，朕才知道自己之前的想象力是多么匮乏。这就是你说的大炮？这身管竟是用整块金刚铸就的。不仅是金刚，这是采用了最新的高压精密铸造法，内衬耐热合金，
比起你大卫那些动不动就炸膛的青铜火铳，这玩意儿叫神罚。他们能打多远？3里之内寸草不生，5里之内依然能轰碎城墙。3里，大卫最好的弓箭手，算上风力，顶多也只能射出200步。你这东西能打出几千步远。科学的力量从来不是血肉之躯可以比拟的。铁牛，传令炮兵营拉出一尊红衣1号，目标西山断崖，给我们的女帝陛下演示一下什么叫真理。庄田，云夫人，哦不，陛下，请捂好耳朵。放！这是神的力量。不，这是人的力量。魏云舒，现在你还觉得上京城守得住吗？苏哲，这种大炮你现在有多少？12尊，虽然不多，但配上我刚生产出来的2000发开花弹，挡住30万蛮军的冲锋，足够了。好，苏哲，朕现在封你为镇国大将军，领青阳县所有兵马入京勤王，只要能解京师之围，你要什么，朕给什么。封王拜相我没兴趣，不过等打完了这一仗，我那云端酒店的房费你可得按双倍结给我。你，铁牛，传令下去，所有工坊停工。卑职在。西建营、保安营集合，带上咱们的红衣大炮，带上蒸汽机车拉载的辎重，目标上京城。今天咱们去教教那帮蛮子，什么叫知识改变命运。1连2连，立刻登车！枪支弹药入库锁定，炮兵营注意吊机挂钩，那可是咱们的宝贝疙头，磕坏了一点皮，老子扒了你们的皮！这是什么机关？这等威力简直是在驱使鬼神。这叫滑轮组合蒸汽起重机。陛下，在这个时代，力气是最不值钱的东西。苏哲，你这些兵，他们只是青阳县的农夫和流民，为何军纪比朕的御林军还要森严？你到底是怎么操练他们的？没什么秘诀，我只是告诉他们，谁要是剥夺他一天吃3顿土豆炖肉的原理，并且为了保护自己碗里的肉不被抢走，人是能爆发出最可怕的潜能。大卫的士兵是在为虚无缥缈的皇恩卖命，而青阳县的士兵是在为自己的饭碗和尊严拼命，高下立判。上车吧，陛下，让大卫的天下感受一下工业时代的速度。太快了，这简直太快了！大卫旌旗日夜兼程，不过300里，你这铁车载着千军万马，竟比快马还快！这就是铁路的意义。800里燕山隘口，日落之前，大军即可兵临城下。日落之前，简直匪夷所思！你脑子里到底还装着多少朕不知道的东西？燕山隘口，蛮族南下的必经之路。咱们就在这儿给30万大军备一份大礼。全体下车，动作快！炮兵营立刻构筑发射阵地，机部署发射地，测量连，汇报风向和射击诸元。报！启禀大人，蛮族5万先锋距此不足10里，他们为安营扎寨，正连夜直扑京师。5万先锋，我们只有2000乡勇，100倍的兵力悬殊，这简直让人绝望。连夜穿过隘口，这群蛮子倒是心急。铁牛，卑职在。传令下去，所有人退后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开炮。我要把这5万人全部放进隘口里。苏哲，你疯了！5万铁骑一旦冲进隘口，若是挡不住，他们一个冲锋就能把我们这片高地踏平。陛下，你难道不知道，火炮在狭窄地形里的跳弹和破片杀伤力是平原上的10倍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大卫是没人了吗？
竟然派了几千个连铠甲都没有的民夫，在这小土坡上列阵。勇士们，大卫的攻城就在眼前，里面的金银财宝、丝绸女人都在等着我们，冲上去踩碎那些农夫。今晚我们在上宫城的皇宫里喝酒。苏哲，他们已经全部进入隘口了，距离我们不足2里，随时可以发起养冲，为何还不下令开炮？骑兵冲锋的动能有多可怕？一旦让这5万人冲上高地，我们这2000人瞬间就会被踏成肉泥。急什么？陛下，你没学过物理，我不怪你。在这个如同漏斗一样的狭窄地形里，敌人的密度越高，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和破片，杀伤效率就越高。现在开炮，顶多炸死前面的1万，我要的是一锅端。大人，蛮子的脸都能看清了，他们的弓箭手开始弯弓了。炮兵营，挨花弹，定高引信，全军集火，给我开炮！这就是降维打击。准确的说，这叫火力覆盖。铁牛，卑职在，下去洗地。本官的规矩，青阳军所过之处，不留活口。陛下微服私访，至今下落不明，北境多半已经沦陷了呀！居庸关一破，30万蛮族大军兵临城下，竟迎那5万老爷兵连马都骑不稳，拿什么守城？立刻拥立小皇子，咱们南迁吧。对，王阁老说的对，留得青山在呀。可若是咱们走了，这满城上百万的百姓怎么办？庶子无知，百姓如韭菜，割了还能再长。若是皇室血脉断绝，咱们大魏就真的亡了。传令下去，御林军立刻护驾，文武百官随老臣从南门撤退。那是什么声音？阁老，各位大人，北方来了一个怪物！什么钢铁巨兽？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？长生天啊，这是什么恶魔？火炮营就地展开，连弩营依托车厢作为掩底，自由射击。今天让这群没见过世面的野蛮人尝尝工业化屠杀的滋味。开火！这是大卫的援军，大卫怎么会有这种天雷？那是陛下，陛下没有死。朕不过是去北境巡视了半载，怎么，诸位爱卿，这是准备丢下朕的江山，去哪里高就啊？陛下饶命！臣等以为陛下已经，臣等是想保护小皇子南下，为大魏保留血脉呀！保留血脉？大魏的血脉在朕的剑锋上，在北境将士的炮火里。传朕旨意，今日凡是踏出南门半步的官员，无论是首辅还是尚书，按叛国罪论处，诛9族。这女人穿上龙袍的样子，倒是比当冤大头的时候顺眼多了。铁牛，通知装甲营，别让他们跑了。咱们的火车还没吃饱呢。不要乱！大卫的火器填装极慢，他们只有几千人。那铁壳子虽然坚硬，但只要冲到近前，他们的大炮就成了废物。天狼的勇士们，祭出我们的铁浮屠，只要砸碎那个铁壳子，杀了大卫的女帝，这天下就是我们的！冲啊！
浮图，是蛮子的铁浮图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，全完了！那种重甲，就算是床弩也射不穿啊！陛下，快退回城内吧，那铁车挡不住的。这种重甲骑兵一旦近身，苏哲那些拿着连弩的乡勇根本破不了防，而大炮的射击仰角有限，一旦敌人冲进100步之内，大炮就成了瞎子。苏哲，你还有后手吗？若是挡不住，朕今日便陪你战死在这上京城外。大人，蛮子学聪明了，他们散开了阵型，而且重甲太厚，大炮的破片杀伤力锐减，他们已经冲进300步了。我原本以为这种超越时代的杀戮机器，至少要等到我统一大陆的时候才会用到。既然你们这么急着去投胎，那本官就大发慈悲的送你们一程。铁牛，把风暴给我亮出来！是。200步，150步，大卫的懦夫，去死吧！西枪手就位，给我摇，撕碎他们！长生天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停！陛下，外面的野狗我帮你清理干净了，现在是不是该清算一下你家里那些准备弃城逃跑的蛀虫了？陛下，此人带兵入京，面君不贵，此乃大不敬之罪呀！首辅大人所言极是，等人若留在朝堂，必将祸乱大魏国门。有违天和，打入天牢。王安，30万蛮族兵临城下，要屠我上京满城百姓的时候，你的天和在哪里？你是金银细了，准备抛弃京师，英灵幼主逃往南方的时候，你的朝纲又在哪里？若不是苏县令带着青阳军千里驰援，你们现在早就是蛮子刀下的无头鬼了，竟然还有脸在这里跟朕谈祖宗之法！这苏哲所用之物绝非正道，长此以往，百姓只知奇迹面入，不知圣贤教化，国将不国呀！呵呵，老家伙，你知道为什么你们大魏会被蛮族打得像狗一样到处乱窜吗？你们把科学当成妖术，却连一把像样的刀都打不出来！你竟敢在金銮殿上杀人！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，而正义就在我的枪口下面。如果说是国本，就是养你们这群只知道剥削和毁灭的破坏，那国本也不要罢。陛下，清理垃圾的工作就找我吧。青阳县的水泥厂正好缺一批免费的劳动力去砸石头。传朕内阁，内阁府首王安、兵部尚书、户部尚书等17个人临阵脱逃，贪生怕死，意图分裂朝廷。即日起，革去一切职务，抄没家产，全族男丁贬为庶人。御林军给朕拉下去。是，陛下饶命啊！自今日起，大魏废除八股取士，加设格物、算术、工程3科，加封苏哲为内阁总理大臣，倾举国之力，让大魏的钢铁梦球席卷九州。陛下圣明。总理大人，朕刚才的圣旨，你还满意吗？封官许愿都是虚的，我这个人比较务实。某人曾说，这大魏天下要分我一半，女帝陛下算不算数？天下可分你一半，但你苏哲必须全是我的。5年了，我至今都觉得这一切就像一场极其绚烂的梦。5年前让我们瑟瑟发抖的跋涉之庭，如今已是大魏最大的露天煤矿。是啊，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。这可不是梦，我的陛下，能用真理说服的就不要见血了，这叫文明的降维威慑。报！启禀陛下，启禀总理大人，
渤海湾1号造船厂传来捷报，咱们大魏的第一批1000万级精舰蒸汽铁甲舰昆仑号成功已经下水，随时可以出海巡航。铁甲巨连能在海上喷火的钢铁之城真的造出来了。走吧，去看看咱们的新玩具。有了它，大魏的疆域就不再局限于这片大陆了。报告总理大人，昆仑号全舰动力系统正常，火控系统正常，请您和陛下下达起航指令。苏哲，你这是做什么？5年前，在这个世界最偏远的那个小县城里，你对我说这天下分我一半。今天，这片大陆已经被我们踩在脚下，但我觉得这还远远不够。魏元淑，嫁给我，我不只要和你平分这天下，我要用钢铁和火炮为你打下一座日不落的工业帝国。我要让这颗星球的每一个角落都插上大魏的龙旗。好，朕答应你。朕答应你，从今天起，你苏哲不仅是大魏的总理，更是朕的皇夫。我们的征途是这片无垠的大海吗？不，我的陛下，大海只是第一步，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。